几百年来，人们对犬的认识不断增加，训犬已经成为了一门科学。如今的训犬学是在军犬学的基础上，结合宠物娱乐发展起来的。训犬师职业除专业的训犬技术以外，还综合了犬的心理学、行为学以及犬的饲养、护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训犬师职业是服务性行业的一种，主要分布于训犬学校、宠物商店、宠物养殖场以及宠物美容店等场所。训犬师的工作内容有2个方面，一方面为犬的主人提供技术支持，或是代替犬主人对犬进行训练；另一方面是协助养殖人员、美容师、宠物医生等完成相关的工作。除此以外，训犬师职业还与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息息相关。通过培养犬的良好习性，使犬成为与人和谐共处的一员，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犬引发的一系列治安、环保等问题。从事训犬工作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训犬师职业的入门门槛较低，从业人员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即可。想从事训犬师职业的人员，除了喜欢犬以外，还应该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方便与犬的主人或者其他从业人员进行交流。除此之外，还应该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想将训犬作为一项事业发展的人来说，具有一定的管理、营销等方面的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朋友们，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训犬师的职业特征、基本要求，相信你已经对训犬师这一新兴的职业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想要成为一名专业的训犬师，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需要通过学习正确区分犬的品种与性格，了解犬的行为学和心理学，掌握训犬的基本原理、基本科目与训练技巧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些内容的关系，我们将其分为了2个部分：一是训犬师基本技能的培养，二是训犬师专业技能的培养。训犬师就是一名老师，只是我们教的不是人，而是一些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狗狗。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难度，但其实狗同样没有人一样复杂的思维和情感。狗的说谎能力很差，只要我们学会判断它们的性格、行为和心理，无论面对怎样的学生，我们就都能应付自如了。想知道训犬师如何培养自己的这些基本能力吗？那就跟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内容吧。想成为一名专业训犬师，不了解一些犬的种类，应该是件挺丢脸的事情。想当老师，总要先来认识一下自己的学生。通常情况下，我们按体型将犬分为3类，也就是大型犬、中型犬和小型犬。大型犬里常见的有狼犬、杜宾、拉布拉多、金毛等。中型犬里常见的有松狮、喜乐蒂。小型犬里常见的则有吉娃娃、博美、蝴蝶犬等。我们在画面里看到的只是犬家族成员的一部分，全世界约有超过800种狗，仅登记注册的家犬就超过了400种。所有的犬家族的成员都有极高的社群性，
并且相互之间建立和维持一种统御关系。所有的犬都会通过尿液来标志它们的领地范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会看到犬会在其他犬排便过的地方排便的原因。犬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的胸部都比较宽，而腰部则较窄，这使得它们奔跑的速度很快。同时，它们都拥有灵敏的嗅觉辨识能力，以及优异的听力。使用类似的沟通方法，在与外界沟通时，它们使用同样的肢体与脸部信号。认识了这些可爱的学生，我们便要学习如何来区分他们的性格了。根据训犬师在训犬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我们将犬的性格分为统治型、操纵型、顺从型、弱型和混合型5种。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每种性格的犬都可以训练得很好，只是方法会有所不同。统治型和操纵型的犬都比较活泼，容易兴奋。统治型的犬通常会使用威胁性的身体语言，如瞪眼睛、翘高尾巴，甚至呲牙咧嘴，以威胁的方式咆哮来显示它们的威风。而操纵型的犬则是统治型犬的一个特例，这种性格的犬通常会通过要求主人拥抱或者拒绝饮食等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权威。这两种性格的犬最可能出现抵制训练的情况。顺从型的犬和弱型的犬比较相似，它们尽可能地逃避目光接触，当有人靠近它们时，会表现出惊恐的样子。对这两种性格的犬进行训练，需要采用一种软而柔和的方式进行。大部分的犬都是混合型的，它们有时会表现出统治型的性格，有时又会变得很顺从，这需要我们细心的观察才能加以区分。朋友们，我们学会了区分犬的性格，并了解了犬的性格对训练的影响，是不是就已经拥有扎实的基本功呢？当然不是。想要让这些特殊的学生彻底的服服帖帖，我们还需要有通过他们的行为来判断其心理的能力。任何一个训犬师都不会将犬困在一个闭塞的空间里进行训练，犬也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学习与其他犬相处。尤其是在我们想通过犬完成比赛或者完成一项工作时，学会通过犬的行为来判断其心理，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训犬师不是魔术师，如果想让狗狗们听话，我们便要去学会听它们的心里话。当然，它们不会坐在沙发上与我们交谈。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犬在与外界沟通时，使用同样的肢体和面部信号。这些信号实际上是通过嘴型、耳朵、眼睛、尾巴、肢体等行为变化来表现的。今天我们就以狼犬为例，来系统地学习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当我们发现一只犬站立时，保持了一个比较放松的站姿，并且头部向上扬起，嘴巴微微张开，耳朵朝上竖立而并非向前，尾巴自然下垂，这说明此时这只犬的心理比较放松、满足，周围的环境并未对它产生影响。
如果一只犬的嘴巴闭合，眼睛张大，耳朵向前，尾巴呈水平状伸开，并且双脚微微向前倾，站立时用脚尖触地，这时这只犬已经因为周围发生的某件事情而产生警觉。他心里在想，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随之注意力也就自然转移了。对于一些性格比较强势的犬来说，当它们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时，则会表现出唇部上卷、牙齿外露、嘴角朝前、鼻子皱起、耳朵朝前、背毛竖立等行为，同时尾巴也会僵硬地扬起，双脚僵直，身体微微前倾，一副你再不服我就扁你的架势。看到这些行为变化时，我们应及时制止，否则再遇见一只强势的犬，一场打架事件便不可避免了。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引起流血事件的发生，那就是当犬感觉到压迫、心底恐惧时，它们表现出嘴唇微微卷起，嘴角朝后，鼻子皱起，耳朵朝后，背毛竖立起来，身体蹲低，尾巴夹在两腿中间等行为。如果将它们此刻的心里话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别再逼我，逼急了我不光会跳墙，也会咬你。如果犬是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露出自己的腹部和喉部，并且出现嘴角朝后，避免接触对方的目光，耳朵朝后，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等行为时，这只犬已经彻底的投降、恐惧或者屈服了。此刻我们适当的应该给予安慰，不能让它们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狗也有面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对犬的行为产生误解。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犬的行为，不但会无形中增加犬的不良行为，而且还可能因此伤害到爱犬。例如，犬与犬之间互相闻对方的屁股，或者犬试图去舔人的裆部，也并不要觉得这样不正常。他们只是在说您好而已。朋友们，当你掌握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知识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大声地告诉别人，你是一个懂犬的人了。这是我们要成为专业训犬师所必须拥有的最基本能力。拥有了这些基本技能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学习训犬师的专业技能。想要学习训犬师的专业技能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训犬的基本原理。训犬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犬的非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对犬进行训练。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掌握非条件反射与条件反射的概念。常见的非条件反射有哪些，并在训练时如何利用它们，以及怎样形成条件反射的原理就可以了。犬的非条件反射就是犬的本能行为。换句话说，犬只的非条件反射是生下来就有的，并不需要后天训练就能够实现。它是一只犬的一切生存活动的基本反射，也是犬训练的基础。犬常见的非条件反射有食物反射、猎取反射和自由反射。我们可以利用犬对食物的需求，通过饲养管理，建立和增强犬对我们的依恋性。同时，还可以在训练时利用犬的食欲，以食物为诱饵，引导犬做出一定的动作，
再通过用食物奖励来巩固犬的正确动作，加速能力的培养。犬的猎取行为是与食物反射相联系的。在犬的训练中，可以将其转为货物性质的反射。犬虽然具有这种先天性能，但因犬之间差异较大，因此需要通过耐心的训练，从而充分发展犬只对于获取物品的兴奋性和强烈的占有欲，使其成为奖励的一种主要方法。对于长期处于拴系或者是圈养生活的犬只，总是力图挣脱所受的限制，从而获得自由活动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犬只的这一反射，在完成训练后，作为一种奖励来满足它获得自由活动的欲求。而且，这对于发泄犬的过剩能量也有一定作用。条件反射是犬只后天获得的经验，只有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实现。其实，我们对犬进行训练，就是为了使犬对某项要求或者动作形成一定的条件反射。您一定想知道，犬的这种条件反射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2个实验，您就会明白了。1911年，桑代克做了一个叫效果定律的实验。他将一只饥饿的猫关进笼子里，在笼外猫能够看到的地方摆上食物，同时在笼子上安装了一个机关，只要猫用爪子击打一根杠杆，笼门就会打开。当猫刚一被放进笼子时，它做出了很多行为，用各种方法试图离开笼子。最后，这只猫偶然碰到了那根杠杆，笼门打开了，于是它走出笼子，吃到了美食。以后，桑代克每一次都将饥饿的猫放进笼子，猫都能用更短的时间击打杠杆打开笼门。最后，只要桑代克把这只猫放进笼子，它就马上击打杠杆离开。桑代克以后又有很多人利用犬、老鼠、鸽子等动物进行大量的类似实验，并在实验过程中改变了条件。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人们在一个盒子底部安装了一个电动装置，这个装置可以对盒子两边分别进行电击。将一只老鼠装进盒子里，当对盒子右边进行电击时，老鼠就会跳向盒子的左边以躲避电击。当对盒子左边进行电击时，老鼠又跳向右边。在每次电击前，实验者都会对老鼠发出一个声音作为警告信号。经过几次实验之后，只要一发出声音，老鼠就会立刻跳向盒子的另一边。从这2个实验里，我们知道，无论是猫离开笼子，还是老鼠躲避电击，都是后天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而这种条件反射的形成，是在动物先天本能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手段不断强化才产生出来的。而且这种效果在所有动物身上都能够发生。通过试验，我们将培养条件反射的方法归纳为正增强和负增强2种。所谓正强化原理，是指在一定的情境或刺激的作用下，某一行为发生后，立即有目的地给予行为者以正强化物，例如给予食物或者玩具等。那么以后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境或刺激下，该行为的发生频率将会提高。通常我们也将这种方式叫做奖励。负增强与正增强则恰恰相反，是指行为者在某一情境下，如果发生错误行为
或未按要求完成指定动作，则会受到一定的刺激，如行为被限制或强制完成等。为逃避这种不舒服的刺激，行为者会自觉去完成正确的行为。通过不断的重复强化，使正确行为的出现几率增加。这种培养条件反射的方式也俗称为刺激。对于想成为训犬师的人来讲，无论是利用犬的非条件反射，还是培养犬的条件反射，明白其中的道理，便不难理解和掌握训练技巧了。不仅如此，理解了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些原理，对于我们今后专业技能的提升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了训犬师这一职业，也系统讲述了想成为一名专业训犬师应该掌握的一些基本技能，并且学习了训犬技术的基本原理。下集节目中，我们将向您讲述训犬师的专业技能的培养，告诉您我们应该教会狗狗哪些东西，如何才能把它们教会。